蛋你好。Hello， 薇姐好。其实，在来之前啊，看到我们这个长影服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呀，他们一定是特别偏爱我。你看到咱们两个聊的时候，就床，我们是不是坐错位置了？现在需要调整一下吗？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你自己如果可以选择长相的话，千篇一律的10分和各具特色的5分，你会选哪一种？当然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对美有一种向往，所以如果是我来说，我肯定会先选择10分。哎，我也是会先选择10分的，对吧？因为像我们这种一直在3、4分徘徊的人，很想了解一下10分是什么感受。因为我是觉得说，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包括这个社会其实是对美是有一种优先通过的一种特权的。我认为的话，包括你在工作，包括你在无论是在外面办事情还是交朋友，我觉得大家特别直观的都是对一个外貌的一种优先的一种选择。大家都是外貌协会，所以我觉得有趣的灵魂当然是接触之后你才会发现它的有趣。有趣的灵魂不可能看出来的。你觉得如果说是有一张10分的通行证的话，要先把这个通行证给拿到手里再说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无论是恋爱也好，或者说是工作也好，其实都会变得容易很多。OK， 但你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担心啊？就是因为我们说过是千篇一律的10分嘛，那这意味着跟别人很相似，你会担心跟别人的相似吗？或者担心别人说你美的平庸吗？我觉得担心，而且包括像现在这个社会，就像大家说的整容脸越来越多，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。但是如果说千篇一律的10分，如果要把10分定义为就是千篇一律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10分的意义其实也没有很大。就它肯定是没有10分的，因为10分一定是比较独特的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。就10分一定是很少的人才能拿到的。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到10分，那10分就不是10分，就没有意义了。对，所以你觉得10分它有它的意义，而且就是说可能会跟别人有一定的重复性，但这种人不会太多。对。那你对你的伴侣的要求呢？是希望他是千篇一律的10分呢，还是有特色的5分呢？好极端哦。为什么我就不能选择7分或者是8分呢？就要么就是5分，要么就是10分。但是如果一定要在10分跟5分当中选的话，那我可能首选还是会选10分吧。如果对于自己你是一个老实孩子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对外貌都是，无论那个人自己说自己其实我对外貌没有什么要求啊，但是我相信他都是。我觉得很多人说自己对外貌没什么要求，他意思是我对外貌没有那么高的要求，那么高的要求，但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要求，都是有一定要求，而且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偏好，就是你超出了自己的偏好类型之后，就实在是看不下去。所以你是觉得说5分是完全不能接受的，对吧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，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一点什么情况下能接受？有一点是每个人的审美其实不一样。有可能我觉得这个人是10分，但是那个人说这个人是10分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可能也就6分吧。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10分要针对每个人来说，也许这个人的5分，但在我这里是8分。每个人对于美的那种定义其实也不太一样。你的意思就是，反正就是在你这里必须是10分，就在别人那儿，对，其实是无所谓的。那你要知道，就是说2个人相处久了之后，其实是会看腻的吧？对。再怎么看，就是你再10分，你100分，看着时间长了之后，其实也就是也就还平常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呢？我觉得如果说是2个人在一起的话，包括我自己在生活当中，其实我会要求自己会去往有趣的灵魂上面去靠，就是会充实一下自己，因为我是觉得生活本来就很平淡了，如果说是你还是每天过着这样平庸的生活的话，会很无聊。你会选择就是说，在生活中制造挑战和刺激，来丰富自己，然后从而就是说弥补人对于审美上的疲劳。这个时候如果让你选一个颜值就是很有特点，但是只有5分的，比如说黄渤老师这样的长相，我是黑了黄渤老师吗？这块快点给我打码。那你能接受吗？其实我觉得，听说你们的那个我的皇帝陛下，然后5月即将在腾讯视频播出。你在里面会演
会演一个皇叔。会演一个皇？那你这把年纪都皇叔了，那皇帝多小啊？没有，他那个皇叔的设定是跟皇帝他们的年纪是一样的啊，小皇叔辈分到那里去。哦，明白。那你们这里面的就是什么皇子什么的还蛮多的是吧？啊，然后那它是一个感情戏呢，还是一个武打戏呢，还是一个感情戏会偏重一点，然后武打戏也会穿插在里面。哦。100万的意见的话，我也不会轻易去跟你搭讪，因为我会觉得说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对你有意思？没有，不是。哎，我这样说是不是又骂人了？这一期能播吗？这一期不播了。那今天是我们的互吹环节吗？商业互吹对吧？商业互吹环节打一个字。商业互吹，我不会跟你过生日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把生日过了吧。